東西就是真的，沒什麼在整理。你看那個盤子還有蜘蛛網。其實我們在停車子的時候，還會需要考量到會不會有人要破窗偷東西。前面這個圓弧形的是座位區，這條長長的就是他們的舞台區。後面的遺址呢是這間寫着 The best ice cream in the world， 這裡寫着 The world's most famous gelato， 冰淇淋真的很 creamy。除了歷史，比恩扎也以香氣濃郁的 Pecorino 羊乳酪聞名。我們的起司臘腸三明治完成。我們現在要去的露營區超偏僻，一個路燈都沒有。今天你有狗狗，今天有 morning coffee 啊，就很脏。好，我下去找你，来，你不要舔我的腳。这个是我的鞋子，請不要咬，謝謝。關門口。這個是我們今天的 campsite， 我們的車子在那裡，這裡有一個很大的公共休息的區域。我們現在在的位置呢，是他們的廚房。東西就是真的，沒什麼在整理。你看那個盤子還有蜘蛛網，微髒。可是這就是有時候我們會遇到的露營區的環境。我覺得這趟旅行讓我的克難程度又在加強。我現在已經完全可以在一個充滿蜘蛛的廁所上廁所，以前完全沒有辦法。我們現在到了一個小鎮，不知道是因為今天是星期六的關係，超多人。小鎮裡面的停車場完全沒有空位，所以我們現在跑到了一間 Coop 的停車場停車子，走上去差不多12分鐘就可以到。其實我們在停車子的時候，還會需要考量到會不會有人要破窗偷東西。蠻常可以看到有一些停車場的評價是會說有人的東西被偷啊，什麼窗戶被打破之類的。我們剛其實想要把車子停在賣場停車場外面的地方，我給你看。我們原本想要停在那裡，但是我們後來移到這邊來。我們停好車子的時候呢，黃開了我們的後車廂，拿了一些東西。旁邊有一個人坐在角落，然後就在看着我們。雖然我沒有說他是小偷，但是就覺得這感覺不太對。後來我們就把車子移到下面比較多人的地方。所以出門在外還是要多注意一點，要把所有人都當是小偷一樣對待。我們的第一個 Toscana 小鎮是 Volterra， 是一座融合伊特魯里亞、羅馬與中世紀文化的古城。城市以保存完整的城牆、石板街道與歷史建築聞名，漫步其中仿佛穿越時光。這個小鎮的家都是這種石頭的，這間看起來就是新蓋的，也是有磚在外面。他們的 view，超寬闊。這個小鎮呢，漂亮歸漂亮，但是真的太多車子了。不是說在開的車子，就是停了很多在旁邊，這樣就覺得古城就應該有古城的樣子，放輛馬車嘛，你放這什麼車？這裡還有一個建於西元前1世紀的古羅馬劇場，至今仍可清楚看見觀眾席與舞台遺跡。那個不知道是他們自己堆的，還是它真的就是長那樣。那個是他們蓋的吧 ？Demonstration? It doesn't look like it's from the same time. 前面這個圓弧形的是座位區，這條長長的就是他們的舞台區。後面的遺址呢是羅馬浴場，所以可以看完戲就去洗澡，再回家。在 Volterra 一帶常見的特色豬肉料理叫 porchetta， 是以香料醃製整塊豬肉後慢火烘烤，外皮酥脆，肉嫩多汁。通常會切成薄片夾在麵包裡，像意式三明治一樣直接享用。
既然來到這裡，當然不能錯過這次嘗鮮的機會，那就先由我來替大家試吃看看吧。我們等了快大概半個小时吧，終於拿到了。它裡面这個就是很經典的烤豬肉、烤起司，還有他們的sun-dried tomato 太陽乾番茄。它的麵包也有烤不過，所以外面脆脆的，而且整個都熱熱的。它的豬肉有皮的部分，它會放在那個煎台上面烤的脆脆的，真的是很脆的那一種，脆到有點硬，很特別的口感。我們其實原本已經物色了一間烤三明治店，但是剛剛經過這個看到有人排隊，所以就買了一個來吃。另外一個就在那裡，現在沒有人排隊，我們就來比較，讓大家知道哪一間比較好吃。這個就是我們要試吃的第二間，這裡就可以直接看到他們現切超大塊的 Porchetta， 看到那個烤到金黃焦脆的外皮了嗎？店員把小山分量的 Porchetta 放在麵包上，再放到三明治機裡加熱。這個的麵包比較軟，比較沒有像這個有點脆硬的感覺，但是它還是有烤過，所以還是熱熱的。它的肉因為只有在熱起司的時候稍微熱一下，所以沒有像那一個這麼的熱，在煎台上面煎過的那種感覺。價錢基本上是一樣的，這個8塊錢，可是它多了番茄，那這個是7.5。如果你另外加番茄，應該也是8塊錢。7.5的。整體來講就是輸了8塊錢的那個，因為8塊錢的那個把肉、麵包跟起司全部都是分開煎的，所以它整個熱騰騰的。這個就裡面有種中冷外熱的感覺。另外一個有更多味道。什麼味道？我覺得味道差不多。黃覺得另外一個有比較重的味道，有可能是煎台的那個煙燻味。我們兩個相較起來都比較推薦要排隊排很久的那一店。那裡有一個超大的圈圈，然後拍這裡。之後我們來到了 San Gimignano， 是以中世紀高塔聞名的山城，被稱為中世紀的曼哈頓。超多人。舊城保存完整的城牆與廣場，展現濃厚歷史氛圍。昔日因貿易繁盛而興建多座家族塔樓，如今成為城市象徵。這裡有一堆人在排隊，也是在排冰淇淋的。這裡有一堆人在排隊，也是在排冰淇淋的。這間寫着 The best ice cream in the world， 這裡寫着 The world's most famous gelato。我買了一個粉紅色杯子大小的4種口味，8歐元。白巧克力加酒的提拉米蘇，一個名字很奇怪的，我打在下面。然後另外一個是他們的招牌，好像是 saffron 那什麼番紅花。這個提拉米蘇的它不會過甜，而且咖啡味跟那個瑪莎拉酒的味道都很重，我覺得還不錯。而且他們的冰淇淋真的很 creamy。下面的那個名字很難的口味呢，它有醃製葡萄甜酒的那種味道，喜歡酒味的人可以點，我個人是沒有到很喜歡。番紅花的那個好吃，它裡面有松子，還有那個番紅花清甜的花香，不會太甜，那個蠻推的。這個小鎮很出名的就是他們有很多這種高塔，你看像這個 square， 你就可以看到這邊1個、2個、3個、4個、5個，是不是很酷？是啊。但是人太多了，有一點點 Game of Thrones 的感覺，是嗎 ？Medieval Town。等一下，好像有結婚的人要出來，他們有一個很可愛的禮車。他們賓客都穿晚禮服等級的洋裝。
再下来一點，這裡可以看1、2、3、4、5、6、7、8、9。第二天就從 Toscana 最具中世紀風貌的古城開始。Siena 以保存完整的歷史街區與濃厚文化傳統聞名，每年舉行熱鬧的賽馬節 Palio di Siena。我以為 Toscana 的小鎮都會比較清幽，目前來看超多人，不管是哪一個小鎮，停車位都是爆滿的狀態。現在我們在 Siena 算是一個很大的城市啦，這裡有一個3層樓的停車場，中午12點已經快全滿了，尤其現在還不是暑假，可能暑假的周末，每一個意大利的城市都是呈現一個塞爆的狀態。Siena 的外車進行區非常的大，所以我們剛剛把車子停在這個城牆外面的停車場，現在要去走一個非常高的手扶梯，坐到上面的老城區。對，你沒聽錯，在歐洲許多城市的老城區都在地勢比較高的地方，如果不想徒步爬坡，通常就得另外付費搭乘交通工具才能上去。但 Siena 直接設置了免費的手扶梯，讓你幾乎不費力就能輕輕鬆鬆抵達風景迷人的老城區。離手扶梯最近的景點是 Siena 主教座堂，以黑白相間的大理石外觀與精緻雕刻聞名，內部收藏馬賽克地板與眾多藝術傑作。教堂旁的 Facciatone 原本是未完成的立面，如今成為觀景平台，是欣賞城市全景的最佳地點之一。這個牆壁上面有很多這種環，在想說它是一個拿來拴馬用的，它不會動欸，它那個環是粘在一起焊死。在對面的它就可以動，你看，它已經弄到有一個凹槽了。漫步蜿蜒巷弄，可感受昔日共和國時期的繁榮與優雅。城市中心的 Piazza del Campo 呈現獨特的貝殼形，是歐洲最美廣場之一。滾下去，滾下去！旁邊的 Siena 市政廳建於1297年，是昔日 Siena 共和國政府的所在地。宮殿內幾乎每個主要的房間都有非常精美的壁畫，也可以購票登上這座鐘樓。在多斯卡尼常見的母狼哺育雙鷹雕塑，源自古羅馬神話，戰神之子雙胞胎被遺棄後由母狼養大，成年後兄弟反目，其中一人殺死另一人，並以自己的名字建立了羅馬。你們來 Siena 一定要穿很好走的鞋子，雖然從停車場那邊上來會有手扶梯，但是 Siena 老城中心有非常多的斜坡啊、樓梯之類的，所以穿好的鞋子，不要穿拖鞋。在 Siena 的地底下隱藏中世紀留下的複雜飲水系統，而 Fonte Branda 自13世紀以來就供應着居民的飲水，也讓染布與皮革工藝得以發展。這個地方曾經是最日常卻也最不可或缺的存在。之後我們往上走，來到聖多明我聖殿，站在這裡，整個老城區慢慢在眼前展開，屋頂與街道層層堆疊，仿佛能看見 Siena 過去的時光仍靜靜停留着。接着我們要來試試 Siena 當地的特色銅板小吃 Cioccino， 它可以理解為餡餅，上下外皮呈現金黃色，通常比一般的披薩更厚且更有彈性，口感酥脆，中間則會塞入豐富的餡料，選好喜歡的口味，店員還會再次加熱。我的是馬薩雷拉跟辣香腸的，你的是马薩雷拉跟 speck， 就是火腿。它的上下2層皮都很酥脆，加上裡面有餡料，所以咬起來其實有點像餡餅的口感，就是外面酥脆，然後裡面濕熱的這種感覺。不要忘記來買一片試試哦。最後再用 gelato 來結束這次的 Siena 古城巡禮。這次我特別製作了一份 Toscana 公路旅行全攻略地圖，裡面包含了避訪小鎮、景點、推薦的餐廳、viewpoint， 還有停車位置。地標裡還有一些範例照、注意事項和小筆記。只要透過影片下方的超級感謝功能，無限金額小額贊助我，再填寫這份領取表單，我就會將地圖寄給你咯。這時候我們來到了一個有點偏僻但超值得來的景點——
首先是這個供奉着真實時鐘劍的圓形小聖堂。The soul in the rock， 時鐘劍。它現在用一個玻璃罩把它罩起來，所以你沒有辦法去摸到那個劍。這裡有一雙手，據說呢是有一位去嘗試把那個時鐘劍拔出來，沒有成功吧？就有一隻狼把他的手咬斷了，他就放在這裡。那隻狼據說是一個聖人的朋友。我們第一個先來這個山頂的教堂，它好像是5點半關門，然後現在是差不多5點25，所以我們就先急着過來看這裡。那大部分的時候呢，其實應該要停在下面那裡的停車場，走去那個才是最有名的地方。然後還會有一條小路可以走到上面的這個教堂，就會形成了一個三角形的走路路線。蠻多人其實很推薦這個走路路線，因為你可以穿梭在托斯卡納的山林小路的那種感覺。如果你們時間夠的話，就是車子停在下面做一個三角形。這個就是主要的大停車場，真的蠻大的，而且是免費的。從大停車場出發，首先會穿過這個兩旁種滿了樹的小路，從這裡可以看到剛剛我們去的小教堂，而前方就是超夢幻的 San Gargano 修道院。它是建於13世紀的哥德式修道院，如今僅剩石牆與一些建築結構。在入口處買票即可，一人5歐元。一進來會先看到這個帶着弧形天花板的會議廳，出去後就能看到這個像在電影裡才會出現的場景。修道院曾非常興旺，但14世紀開始因瘟疫與經濟衰退，修道人士大幅減少，逐漸失去維護能力。18世紀時鐘樓倒塌，壓毀了屋頂結構，居民也開始拆取石材作為建材使用，最終形成如今開放天空、充滿神秘感的修道院遺址。如果想要了解更多，這裡還有講解行程可以參加。我覺得這是在 Toscana 最特別、最夢幻的景點，一定要安排來這裡走走。接着我們開着車穿梭在滿滿多斯卡尼氛圍的鄉間小路上。我們現在把車子停在馬路的旁邊，要去看很漂亮的 Cyber Tree。我剛剛才在說這裡的草地很大，但是都沒有動物，沒有牛，沒有羊什麼的。現在終於看到有羊了。這個拍照點可以拍到經典的蜿蜒絲柏樹小路，停車不太方便，只能暫停在路邊。但前來朝聖的遊客依然不少，畢竟這可以說是最能代表多斯卡尼的角度。如果夏天來的話，草地會變得更翠綠，隨手拍應該都很出片。下一個小鎮是 Pienza。它被譽為文藝復興理想城市。15世紀時，教宗庇護2世將家鄉由小村莊改造為完美的都市範本，整座古城也因此被列入世界文化遺產。除了歷史，Pienza也以香氣濃郁的 Pecorino 羊乳酪聞名。如果你要 It's a bit expensive, right? Yeah. I really would like to try. 看到起司就瘋掉的男人。受不了誘惑的我們買了半塊起司和2種臘肉，一共花了我們34歐元。Pienza 舊城中心很小，以庇護2世廣場為中心，周圍有市政廳和教宗官邸。大教堂整體使用白色石材，大量窗戶引入自然光，使空間顯得明亮而純淨。教堂後有一條很寬敞的階梯，可以眺望一整片托斯卡納的草原。教宗官邸旁的小拱門也是很多人會錯過的隱藏區景點。想要體驗托斯卡納的小鎮生活，Pienza是不二首選。我們剛剛買了麵包，然後還有這個辣的臘腸，spicy salami， 大蒜的起司。我們要來做三明治。這個東西看起來很好吃。最後一個步驟 ，grilled cheese。The cheese is melting. It's falling. It's falling this way. It's falling this way. 我們的起司臘腸三明治完成，超大一個，太大吧？Looks like a turtle.
烏瓜，烏龜，烏龜，寬起。臘腸、融化的大蒜起司，再加上一顆半熟太陽蛋，我敢保證這一顆絕對不輸給外面餐廳賣的。影片最後帶大家來另一個必須打卡的絲柏樹拍照點。這次的絲柏樹種在筆直的小路兩側，小路的盡頭是一間由農舍改造的民宿。因為是私人道路，大家拍照的時候一定要尊重居民哦。好的，今天的影片就到這裡啦。下集會帶大家去更多超美小鎮、露天溫泉，還有意大利版的天空之城。想知道更多 Toscana 秘境，千萬不要錯過下集內容。如果喜歡我的影片，不要忘記幫我的影片按讚、訂閱我的頻道，還有追蹤我的 IG。那就先這樣子嘍，拜拜。